守夜第1集。我老家是西北的一个小村子，由于地理位置太过偏僻，每次回去我都不得不忍受很长时间的旅途折磨，有将近30个小时是在火车和汽车上度过的。那一年冬天，等我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3轮摩的在我付完钱之后一声清鸣便消失了，大门内的老柴狗却警醒地吠个不停。谁呀？是二小子吗？母亲的声音从屋内传了出来。我应了一声，母亲踏着棉鞋给我开了门。吃完母亲给我煮的一碗酸菜面后，我才想起来一直没有见着父亲。村头张家老头去世了，你爸去守夜去了。母亲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。我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很小，因此谁家有点事儿，大家都会出份力，特别是丧葬之事。我们村有守夜的风俗，在人死后，村里每家出一个人，拎着一卷黄纸来到主事人家，然后围坐在灵堂前，静静地守上一夜，算是对死者的缅怀和悼念。我对母亲说了一声，便朝着张家走去。一进门就看见了灵堂前的父亲，他和大家伙围坐一圈，中间呢是一个破搪瓷盆的火炉，这里面烧得通火的老树根。我的眼光越过围坐的众人，看向他们身后的灵堂。一张帘子挡住了我的视线，帘子前方是一个小方桌，上面放了香炉，里面插着几根线香和一支细竹棍，棍子上系着引魂幡，这幡上是曲曲折折的符文，香炉旁边是一盏清油小灯。随着我进来，一股风将油灯的火焰吹的是东西摇曳，衬得整个灵堂更加的诡异。我和认识的长辈同辈们打了声招呼之后，便让父亲回去休息了。这守夜呢是一件很耗人精力的事情，大家就这么坐着，除了聊天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娱乐，对着一个火盆耗着时间。许是白天坐车久了，在火盆旁边坐下没多久，我的眼皮就开始打架了。面前温暖的篝火更是滋长了困意，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一股冷风把我吹醒，我睁开眼才发现灵堂的门敞开着，之前围坐一圈的人此刻一个也不剩了，只剩下火盆里的木炭无力地烧着。我站起身，伸伸懒腰准备回家，这时一只手从一旁的阴影中伸了出来，我下意识地退开一步，睡意全无。那只手呢，拿了一些劈好的木头放到火盆里，火光较之前亮了一些，阴影中露出了一张脸，是一个老头。他穿着一件不知道年月的大衣，支着高高的领子，半张脸陷在里面，只露出2只眼睛和一撮花白的胡子。谢家仔，想不想听故事啊？父亲姓谢，村里长辈们一般都这么叫我。这我看了看屋外沉沉的夜，想了想，就坐回老头的跟前。你们后生仔不知道，其实这很早以前守夜不是这样的，比现在复杂，讲究的多。这个老头就跟我讲道，说那时候守夜是在野外坟地里，身后不是灵堂，而是新起的坟墓，
烤的也不是盆火，而是玉米杆儿。这个玉米杆呢，是有说法的，是在给过世的人烧炕，好让他们在新地儿啊过得舒服一些，少打扰活着的人。虽是这样，但是有一些地方的坟呢，却没有人敢去，就是北山。这老人说那里的阴气特别重，时常有鬼声传出，那声音我听过，很吓人的。有一年，大概就是眼下这个时节吧，记得当时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，山上到处是白白的。李家的老头子就在那场雪中去世，80多岁，2个儿子送终，是有福的人。李家大儿子从县外请了一个名头很响的阴阳先生为李老头看坟地，最后去了一趟北山，在那儿看了一块地，说是什么福阴之地，埋在那儿啊，能富3代。李家兄弟对先生的话十分相信，就决定用那块地来埋这李老头。一切收拾停当，一个问题却难住了兄弟俩：谁去给李老头守夜呢？村里人，包括他们自己在内，对北山坟地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。李家兄弟为此呢，好几宿都没有睡着。一天终于想起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是24。他说：“你们后生仔，没见过这24。在当时啊，他可是名人。为什么有名呢？一是他和常人不一样，常人手脚一共有20个指头，他有24个，他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，那就是胆子特别大。他曾经跟人打赌，要去坟地里睡一晚，最后他赢了。守夜。第2集。听说李家兄弟愿意出30块钱，虽说是去北山守夜，24也答应下来了。那年月30块钱可不得了，比一些干部1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呢。那天晚上天特别黑，24就背着2捆玉米杆，拎着一个白灯笼，就上了北山了。或许是人少去的原因，这北山的树木异常的茂盛，一些不知名的藤蔓纠结攀附，将坟地照的是严严实实。不过在24眼里，这里只不过比别的树大一些，阴森一下而已。到了坟地，24先抽了一袋旱烟，然后慢慢悠悠的将玉米杆点燃，火光惊起了一群不知名的鸟，也照亮了周围的环境。他身后就是新起的李老头的坟，坟前的石碑亮晶晶的，像玉一样。这李家的守夜有特别的规矩，除了烧炕以外，还要点天灯，这是阴阳先生特别嘱咐的，大概是为死去的人指路吧。除了这些，还需要离坟地不远处钉上一根画有符咒的木桩。24就看准了方位，将竹竿挑着的白灯笼担在肩上，准备找个地儿把木桩钉下去。这走着走着，他就发觉不对了，肩上的竹竿像是身后有人用力拽着一样，开始往后窜。难道真的有鬼？24大着胆子回头看了看，身后只有烧得正旺的玉米杆。于是呢，他心头一横，又往前走。这没想到身后的力量更大了，他赶紧停下来，胆气有些动摇，身上细密的冷汗渐渐就多了起来。僵持了半天，他心想，这再耽搁下去也不是个事儿。于是呢，在外衣上蹭了手心的汗，于是试着往前走了一步，
嗖，24肩上的杆子一下子就没了。他回头一看，那竹竿带着灯笼已经飞上半空，明晃晃的白灯笼像月亮一样迅速升起。24目瞪口呆，以前睡坟地的胆气一下子就泄光了，两条腿像风中的枯叶一样抖动起来。这时候啊，他也顾不得什么方位了，从怀中取出木桩，迅速往地上一插，然后从旁边捡过一块石头，几下定结实了，赶紧回身往回走。接下来呢，更让24胆战心惊的事情就出现了。转过身，他再怎么用力都无法挪动一步，仿佛刚才那只手的兴趣转移到了他的身上，死死拽着他的一条腿。正当我听得兴起的时候，也是故事高潮的时候，老头在这儿呢，停下来了。后来怎么了？听得入迷的我有些急。第二天，村里人在坟地里找到了已经死去多时的24，他就那样站着，两条腿一前一后，像是在走路，眼睛睁得很大，手也是紧紧握着，竟是活活被吓死的。村民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还发现了一根竹竿和那盏灯笼。老头慢悠悠地摸出了旱烟袋，一阵风吹进灵堂，油灯又晃了晃，盆里新放的木条还未燃着，起了一阵烟，呛得我直咳嗽。老头用一根木条将火挑了挑，我看了一眼，头皮立刻开始发麻。老头伸出的手上有6根手指，一根瘦小的指头像不合群的羊，远远的支在手的旁边。故事中的24有24根指头，一只手正好有6根。那个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吓死的24，竟然在我的身边，而且还抽着烟，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守夜的故事。我一动不动，静静地等待着，希望天快些亮起来。老头呢，却没有什么动作，只是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。他的静默在我看来是最阴险的不怀好意，他在观察，找我的破绽。我愈发不敢动了，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，双手也暗自抓紧了。如果他突然发作，这个木灯或许能替我挡一挡。我们的对峙持续到了窗外开始发白，村子里的狗叫了起来，随着狗叫，抽烟的吧嗒声也消失了。我是被张家二小子叫醒的，我并没有对他说自己昨晚的经历，只是做了个决定，以后再也不去守什么夜了，也不再想听到守夜这个词，永远都不要。翁葬第1集。接到梅子的电话，江佑明迫不及待地回了老家。梅子是他的初恋女友，他一直都深深地爱着她。可是因为某些原因，他离家3年，一直没有跟她联系。现在梅子要结婚了，他无论如何要回去一趟。6个小时的车程，江佑明下了车，搭乘汽车回到小镇，镇子里仍旧是那些熟悉热情的乡人，可他们一律对他冷着脸。他打招呼微笑，得到的却是冰冷的漠然的目光。难道3年前的事情败露了？
想到这儿，江佑铭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在忐忑中，他来到了梅子家。江佑铭上前敲门，梅子很快来开了门。看到江佑铭，他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，对江佑铭说：“真的很不好意思。”江佑铭跟着梅子进到屋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3年前，他曾不止一次偷偷爬窗进去，和梅子悄悄的厮守。3年过去，他最喜欢的女孩却要成为别人的女人，他怎么能甘心呢？梅子为他倒了梅茶。江佑铭问新郎是谁，梅子头也不抬地说：“镇东的张二和，你知道的，他一直喜欢我。”只这一句话，江佑铭手中的茶杯哐当一声就掉在了地上。张二和，梅子淡淡的说：“你什么不说就离开了，然后杳无音讯。我等了你3年，时间够久了吧？我嫁给谁，你还关心吗？”望着梅子忧郁的目光，江佑铭的心是7上8下。此刻他完全顾不上梅子的感受，他的脑子里像有个什么东西在砸着、捶着，一下又一下。他必须弄清楚，这梅子真的要嫁给张二和。可是3年前，他分明把张二和给打死，葬到了树下的瓮中。而这也正是江佑铭离开小镇的原因。他杀了人，他不能再装作若无其事的在家里待下去，甚至没敢告诉梅子。梅子父母只有他这一个女儿，还要他养老送终，他怎么可能跟他背井离乡呢？透过窗子，江佑铭看到院子里的老梅树。这里的风俗，家家院中都有一株树，或张或鱼，或阳或槐。不仅如此，树下还埋有一口瓮，瓮很大。栽上树的那天，就把瓮给埋下去。亲人故去呢，就置于瓮中，上面用盖子盖紧。逢年过节，或者呢，平时有剩饭剩菜，一定要盛一碗肉，放到树下给亲人的。如此这般，3年之后才会放进棺材进行土葬。瓮葬，这或许是对亲人最好的怀念吧。江佑铭辞别梅子，匆匆回家，打开了锁了3年的大门，站在满是落叶的院子里，他一动不动。江佑铭努力地回忆3年前的情景。张二和因盗窃罪从监狱回来没多久，某天晚上，他喝的是酩酊大醉，去找江佑铭，嘴里不干不净：“你凭什么要娶梅子？梅子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她是我的，4年前，她就是我的了。在高粱地里，她的第一次给了我。”听到这儿，江佑铭惊呆了。原来是张二和4年前在河边救起了跳河的梅子。梅子向他哭诉，就在镇边的高粱地里被人强暴了。当时呢，被一条又脏又臭的毛巾捂昏之后，他失去了知觉，只有死才能洗尽他的耻辱。想不到那个恶人竟然是张二和。江佑铭一把揪住张二和，可尽管张二和喝得烂醉，但身材瘦小的江佑铭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张二和把他掀翻在地，是一顿拳打脚踢。江佑铭被打的是眼冒金星，他愤怒至极，手胡乱地抓到了屋角的一块石头，抄起来就朝着张二和的头上砸去。张二和声都没吭，就倒在地上了。江佑铭起身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几分钟之后，他觉得不对，这张二和的头部越流越多的血。他再探他的鼻息，
气息皆无。江佑铭吓得差点瘫坐在地上，他杀死了张二和。哆嗦了十几分钟，江佑铭这心里就有了主意，用布将张二和尸体给裹了，挖开树下大瓮，将他给塞了进去，清理掉所有的痕迹，天已经亮了。这件事之后，江佑铭呢，每天都忐忑不安，一回家就不禁往那株桃树下看一看。最重要的是桃树下的瓮。一番苦思冥想之后，江佑铭终于离开了小镇。在院子里站了足足半个时辰，天黑了下来。江佑铭呢，又将大门从里面反锁，然后拿来铁锹开始挖土，一直挖到半尺深，他看到了那个瓮，仍然封存得很好。江佑铭长出一口气，慢慢的揭开水泥盖子，他探出头，那一瞬间，江佑铭是毛骨悚然，瓮里空空如也。他揉揉眼睛再看，瓮里仍然什么都没有。江佑铭站起身，浑身出了一身的冷汗，水泥盖子是封着的，树下的土也没有被人挖过的痕迹，可张二和的尸体呢？一个人死了还能逃走？这绝对不可能啊！江佑铭迅速将土填上去，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，他没有答应。铁锹挥舞得更快了，敲门声持续不断。江佑铭胡乱填好土，走到门前，居然是梅子。梅子见他满头是汗，问他怎么了。江佑铭呢胡乱答着，问他有什么事儿。梅子说张二和想请他喝酒，特意让梅子来请。翁葬第2集。江佑铭头皮发麻，想要拒绝，却不由自主的就点了点头。他努力镇静一下，告诉自己他必须见见张二和，看看他是人还是鬼。跟着梅子来到镇东，一路上梅子沉默不语。走到半路，他突然停住脚，指了指半空中的月亮，问江佑铭是否记得以前的事儿。江佑铭怔了一下，默然的就明白了梅子的意思。10年前，江佑铭的父母早逝，他寄居在小镇的亲戚家。因为生得矮小，他一直都被人欺负。有几次被人骑在身上打，梅子守在他的身边，替他拍去身上的土，安慰他说：“不如给自己讲故事。再有人欺负你了，你就编故事给自己听，直到把自己哄得忘了难受和委屈。”当时也是这样的满月。梅子说完，还指了指头顶。月亮还有圆缺的时候呢，缺的那一块不是被狗吃了？想起这番话，江佑铭突然感到一阵寒意。小时候他的确常常这么哄骗自己，等他长大，他会把欺负过他的人揍个鼻青脸肿，甚至在想象中他已经报复了他们。虽然是自欺欺人，却让他一年又一年的熬了过来。莫非他杀死张二和也是自己给自己讲了个故事？江佑铭的心一阵剧烈的跳动。梅子走在前面，推开了张二和的家门。张二和站在院子里，铁塔般的身子，一脸横肉，目光看上去仍旧是凶狠。江佑铭的手攥出了汗。这张二和压根儿没死，原来他杀死张二和不过是自己的想象。那一瞬间，江佑铭感觉自己整个人快要炸了。张二和在喝酒，都不抬头看梅子。江佑铭望着梅子单薄的身体，微微有些悲凉的眼神，对自己说：绝不能让梅子嫁给这个混账男人，绝不。张二和将桌上的酒一饮而尽，
根本不把江佑民和梅子放在眼里，甚至他的嘴里还哼着小曲儿，一粒一粒吃着花生米。江佑民怒不可遏，他回过神，叫梅子回家等他。梅子迟疑一下，答应就离开了。现在江佑民满脑子都是他一定要除掉这个恶棍，只是他带着梅子离开小镇远远不够。张二和会找到他的父母，会欺凌他的亲人。他曾经糟蹋了梅子，绝不能再让他糟蹋梅子一辈子。想到这儿，江佑民的手伸向了腰间，那里挂着一把虽小却无比锋利的水果刀。半瓶酒落肚，张二和摇摇晃晃站起身，走到院正中的桂花树下撒尿。正在他仰头的功夫，江佑民已经走到张二和的身边，手起刀落，水果刀准确地扎进了他的心脏。张二和似乎很是惊讶，扭过头，木呆呆的倒在了地上。江佑民喘着粗气，拿起铁锹掘开桂花树，他得把张二和的尸体塞进瓮里，这是藏匿尸体最好的选择。没过多大功夫，一个黑色大瓮露了出来。江佑民蹲下身子，掀开了盖子。明亮的月光下，他竟然看到了一具骷髅藏在缸中。骷髅周围是白色的围巾，戴着眼镜，垂着头。江佑民往后退了2步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分明是江佑民自己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已经死了，被张二和放在了瓮中。江佑民抱着头，完全不能相信这一切。渐渐的，他似乎回忆起了一些模糊的片段。张二和从监狱回来不久，特意请他喝酒，他本不想去的，可张二和执意要请，喝下几杯。张二和劝他放弃梅子，江佑民自然不肯。张二和说梅子是他的，谁都休想夺走。然后江佑民知道了他以前曾对梅子做过的事儿，他怒不可遏，可没等他伸出拳头，张二和早就3拳2脚将他打翻在地。江佑民说只要他活着，绝对不会让张二和动梅子。就这样，张二和还把喘着粗气的江佑民扔进了树下的瓮里，盖上了水泥盖子。瓮中的江佑民直到临死前还在挣扎着，想爬出瓮去将张二和杀死。而事实上，3年前他就已经死了，爬出去的只是他的魂。在臆想中杀死了张二和，逃离家园的也是他的魂。所以他进到镇子，所有乡亲都冷漠地看着他，因为他们压根看不到他。张二和也是一样。江佑民缓缓地坐起了身子，再次来到梅子家门口。梅子笑盈盈地看着他。江佑民不明白为什么梅子能看到他。梅子深情地望着他，正掀开院中梅树下的瓮盖。他认认真真地对江佑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打开瓮，江佑民看到瓮中葬着一个女孩，身穿红袄，披着绿绸缎衣服，她的手上戴着一枚假的翠玉镯子。那是江佑民送给梅子的礼物。在江佑民死后，张二和又猥亵了梅子，并将杀死江佑民的事儿告诉了梅子。梅子当晚便投河自尽了。我一直在寻找你，找了你整整3年才找到。我让你重回镇子，让你看看我们的遗骸，好从自己编织的故事中走出来。现在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梅子说着，拉住了江佑民的手。江佑民看着梅子，突然想哭，但是江佑民却笑了。和梅子在一起，那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愿望，他永远都不应该有眼泪。环抱着梅子，江佑民轻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梅子将头靠在江佑民的胸前，同样轻声说：“没关系。”炫魂。
阿福是我养的一只金毛猎犬，我总是习惯的傍晚的时候带它在小区里散步。因为阿福个头比较大，散步的时候呢，我总是尽量挑人少的路走。这一天，我牵着阿福刚拐上一条小路，原本低着头专心走路的阿福突然站住不走了，直愣愣地盯着前方。我抬头一看，原来不远处路边有一个4、5岁模样的孩子，正蹲着玩草叶子呢。我下意识地牵紧狗绳，怕阿福吓着孩子，转头想另寻路走。可平时很听话的阿福却反常的不听指令，固执地站在原地不动。我正准备呵斥阿福，那孩子却站了起来，笑嘻嘻地向我们走了过来。平时对陌生人很警惕的阿福，像是见了久别重逢的好朋友，开始摇尾巴打招呼。这孩子呢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很白净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格外的讨人喜欢。孩子走到我们2米开外的地方站住了，睁大眼睛上下打量我。我对他笑了笑：“小朋友，小狗很乖的，别害怕。你是要过去吗？”说罢，我侧身让路给他过去。孩子摇了摇头，突然走进阿福，伸出胖乎乎的小手，开始抚摸阿福的头。阿福很温顺地享受着孩子的抚摸，不时伸出舌头舔了舔孩子的小手。小朋友，你认识我家的狗？我有点奇怪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胆呢？面对体型比他还大不少的阿福，竟然一点都不害怕。孩子还是不说话，依旧摇了摇头，只是抚摸阿福更加热情，开始搂着阿福的脖子，不时轻轻扯扯阿福的耳朵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阿福一副好脾气的模样，亲昵地跟孩子玩作一团。晚霞中，孩子和大狗亲昵玩耍的场景让我看得有些出神，直到天色有些昏暗了，我才反应过来。小朋友，你家在哪儿啊？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吗？孩子抬头看了看我，笑嘻嘻的用手指了指路边的那栋房子。我心里有些奇怪，这家大人还真胆大呀，虽说是在小区里，可是让这么小的孩子独自在外面玩了这么久，竟然也不出来看看。小朋友，天色晚了呀，快点回家吧，我们也要走了。我摸了摸孩子的头，嘱咐他。孩子很听话的点了点头，小手挥了挥，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，然后向那栋房子走去。我牵着阿福转身离开，在我拐上大路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模模糊糊的看见了那个孩子，就站在房门口，还用力的向我们挥着手。自从那次偶遇，阿福每天散步必引领着我往那条路上走，惦记着跟那孩子相会。十有八九，那可爱的孩子会在那附近玩耍，见到阿福就会很亲热的跟阿福在路边草地上玩一会儿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今年几岁了？不用上幼儿园的吗？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，孩子停止了跟阿福的玩闹，看着我，歪头认真地想了一下，好半天小声说了2个字：旺旺。原来你叫旺旺啊。旺旺，你几岁了？孩子的突然开口让我挺诧异，因为之前跟着孩子说话他一直都不回应，我甚至猜测这孩子是个哑巴，谁知道他会说话。孩子又继续跟阿福疯闹，不再理会我的询问。又是天色昏暗的时候，我们挥手告别，各回各家。这天我如常带着阿福来玩，可是旺旺并不像往常那样等在路边，而是站在家门口。见到我们，飞也似的跑过来，一下扑进我的怀里。我被他反常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低头一看，
小家伙哭得眼睛都红了，不待我询问，拉着我的手不由分说的往家里走。怎么了，旺旺？怎么了？我站在旺旺家门口，旺旺并不进门，只是焦急的在门口来回踱来踱去。你进不了门了？我有些奇怪，屋子的大铁门锁着，难道家里没人？这时候我突然听见屋里有动静，我凑到门前仔细听，竟是微弱的呼救声。这是怎么了？屋里有人吗？需要帮忙吗？我一边大喊一边用力的敲门，屋里的呼救声明显大了一些，还夹杂着含糊的话，我听不清在说什么。旺旺，你有钥匙吗？旺旺着急的摇了摇头，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一边拨打报警电话，一边敲附近邻居家的门求救。很快赶来的警察打开了大门，我和邻居们跟着警察进了屋，发现一老太太摔在浴室门口，正痛苦的呻吟求救。大家七手八脚的把老太太抬上警车，慌乱中我们谁也没注意到旺旺去哪儿了。等警车载着老人离开了，我才想起找旺旺，总不能让孩子自己留在家里吧。旺旺呢？旺旺！我大声叫喊着。一位在老太太斜对面的阿姨有些奇怪地看着我。你找谁呀？阿姨忍不住问我。旺旺啊，就是这家里的小男孩，这孩子刚才还在，一下子就跑哪里去了？我很担心。阿姨表情更加奇怪了。这家老太太家没有小孩，她平时就一个人住在这儿的。怎么会？她家绝对有一个4、5岁的小孩叫旺旺，我最近天天带阿福跟他一块玩呢。说完呢，我还拍了拍阿福的脑袋。老太太在这儿啊住了10几年了，一直是一个人。我们这些邻居偶尔会来照看她一下，从来不见你说的什么孩子。阿姨的话让我目瞪口呆。怎么可能？刚才就是旺旺把我引领到他家门口的，我才听见老人的呼救。阿姨显然也被这话给吓到了，愣了好一会儿才开口。老太太有一只小狗叫旺旺，养了10几年了，前段时间刚死，就埋在房子旁边的路边。豪宅蜗居梦第1集。和郑宇第2次见面，我们就上了床了。郑宇33岁，短婚无育，有一套150平米的豪宅。我李小开28岁，因为严格要求男友必须有3房，所以呢，尽管我天生丽质，却熬成了准剩女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在网上钓到了郑宇。躺在郑宇超级大床上，我心满意足，又隐隐觉得奇怪。郑宇的前任怎么舍得放弃这样一个大好男人，或者说这样一套房子呢？下个月是我29岁生日，我计划召集闺蜜到郑宇的豪宅来开个大型的派对，即是生日派对，也是订婚派对。再到郑宇家，我决定向他说出我的计划。一进门，却看到一个身着家居服的年轻女人正端坐在沙发上看着韩剧。郑宇不无尴尬的介绍：“这是苏妍，这是李小开。随便坐吧，刚回来，家里有点乱，别介意。”苏妍上下打量我一番，然后继续看电视。你应该不是第1次来了吧？上周我正好出差了。我一阵眩晕，心想，这才是地道的女主人姿态呀。关上主卧室门，我逼问郑宇，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儿？郑宇结结巴巴地向我解释说，这房子是他父母出资买的，但因为和苏妍的父母是世交，加上他父母去世早，生怕苏妍以后受到他的欺负，
所以在结婚前，他父母专门写了一个赠与文书，明确的将这套大房子赠与他们俩。所以现在虽然离了婚，但这套房子一时无法分割，只好继续住在一起。怎么会无法分割？我一脚把一只高跟鞋踢到门上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给他钱，让他立马走人。”郑宇拥我入怀，安慰我说：“我们已经签过协议了，谁先再婚，另外一个就得搬走。当然，前提是付清100万房款给对方。”100万！我挣脱开他的怀抱。你父母当时买这房子多少钱？啊？你父母不是开厂的吗？应该能搞定啊。是啊，当初这套房子才花了80万，一次性付款。现在几年过去，二手房已经涨到了200万，要苏妍走人就得给他100万。偏偏我爸妈的企业前年遭遇金融危机了，破产了，所以我到现在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呢。郑宇苦着脸，抱头蹲在床边，看着心爱的男子这样，我有点于心不忍，上前扶住他说：“没事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关键时刻，死党菜菜给我出了个点子：“找个花心美男子来，把苏妍骗出去。”好主意，白马王子不好找，花心美男遍地都是。菜菜的前任男友小武就是最佳人选。菜菜当年险些为他自杀，如果说苏妍肯为一个男人搬走，那肯定是小武了。苏妍正是小武一直在寻找的富婆，小武自然很乐意行此美男计。高手就是高手，小武在网上找到苏妍，花言巧语，甜言蜜语，3-5个回合下来，苏妍就入相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和郑宇正在沙发上缠绵，有人敲门，苏妍从卧室奔了出来开门，进来的是拖着皮箱的帅哥小武。苏妍挽着小武的胳膊向我们介绍：“这是我的新男友小武。”郑宇握着小武的手说：“欢迎你啊，小武，我们的情况你知道吧？以后大家都不是外人了。”小武嘻嘻一笑：“苏妍呢都说过了啊，没事啊，能住在一个屋檐下也是缘分，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我不介意。”连续3天，苏妍的房间声浪不断，我没觉得怎么样，郑宇却受不了了，说：“哎呀，算了，干脆我们搬出去住。”我有点措手不及，怎么变成我们先败退了？也罢，如果有着100万，加上我个人的积蓄，再买个2居室也不成问题。只是，我淡淡的提醒他，万一他不给我们100万怎么办？郑宇愣了，夫妻一场，他当然清楚，100万，苏妍断然不会给，也给不起。沉默半天，他忽然补充上一句：“上周中介打电话问房子卖不卖，还说现在地铁通了，可以卖260万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哪方走人，对方都得给130万，这就意味着谁也给不起，只能继续耗着了。这下，轮到我傻了。”豪宅，蜗居梦。第2集。2个人谁都不肯走，难道要我李小开走？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和郑宇、苏妍和小武各自成双入对，和谐共处。我必须另做部署。有一晚，我以郑宇恩爱时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们生个孩子吧。”我的如意算盘是，有了孩子，苏妍还好意思往下去？郑宇脱口而出：“我已经结扎了。”我的心一沉，把郑宇推开。“骗子！”郑宇自知失言，半晌才告诉我，当年他和苏妍偷吃禁果，导致苏妍不小心怀孕，做人流被江湖郎中所误，
苏妍大出血，差点送命，失去了生育能力。郑宇悔恨之余，干脆把自己给结扎了，以示惩罚。我酸溜溜的追问：“这样看，你们当年挺恩爱的，怎么后来还会闹离婚？你们不会死灰复燃吧？”郑宇说：“你没听说过7年之痒吧？我跟他都10几年了，早腻歪了。”这一天，郑宇、苏妍都不在家，小武叹息一声对我说：“哎，我们可能中了人家夫妻的圈套了，免费送货上门。”人家夫妻？我顿感不妙。是啊，郑宇口口声声对你说他离婚了，可你看到过他们的离婚证吗？当初我被豪宅冲昏了头脑，没对郑宇和苏妍的关系验明正身。仔细回想，两人除了分居2室，根本没有其他的离婚例证，而且这些日子，郑宇未做过让苏妍走人的努力，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我爱你，难道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？小吴一脸同情地看着我，人家只是无聊玩玩换妻换夫游戏而已，我是无所谓，反正大家一起玩，你就不同了，还是早点撤吧，还来得及。这时候我的手机 QQ 屏幕闪了闪，是郑宇。亲爱的，我临时要出差1个月，正好我们也分开想一想，我和苏妍都拿不出130万，如果你也拿不出这笔钱，要么大家就这样下去，要么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。王八蛋，我要出得起这笔钱，我找你干嘛呀？我彻底明白过来了，难怪上次郑宇约我的时候，苏妍正好出差了，现在也轮到郑宇出差了。可明白过来又有什么用呢？我李小开的宝贵青春又过去5个月。我不甘心就此退缩，一个疯狂的念头瞬间产生。小武，你能不能把自己和苏妍做爱的过程拍下来交给我？我要让他们真正离婚。小武吃惊地看着我，他明白我的用意，把性爱视频在网上传播开来，肯定会引爆眼球和舆论。这一来，郑宇维护男人的基本尊严，只有和苏妍真正的分手。说到底，郑宇可以不要我，但我也不能让这对狗男女太逍遥了。我知道小武不愿意随便出镜牺牲色相，又说：“只要你答应我，我给你20万。”小武呵呵一笑：“嘿嘿，我知道，在你眼中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风流成性也好，道德败坏也好，但是道义有道，我做不出那种事情来。我不知道我对苏妍是否动了真心，反正我下不来手。”我呆住了，这是曾经让菜菜自杀的小武哥。好在完全崩溃之前，我还想了一记回马枪。那行，我认输走人，这个给你，帅哥，我成全你。我将手一扬，一个小东西砸在他脸上。小武捡起 U 盘，一脸困惑。我嘿嘿一笑：“哼，没什么，就是我和郑宇亲热的一个片段。不过有了这个，你可以让郑宇和苏妍离婚，把他赶出去，从此你们2个狗男女就可以永远的在一起了。”李小开呀，李小开，为了一套房子，你彻底堕落了。我在心里藐视自己，但对自己已经完全失控。那你不是把你也给卖了吗？那你以后怎么嫁人呢？小武居然会为我考虑。没事，我已经做了处理了，只是侧面露出。不过谁都看得出，女主角绝对不是苏妍。到时说不定法院凭这个真判郑宇净身出户呢，这套房子就归你们俩了。小武哥，到时别忘了我就行。我不禁惨然一笑，我的杀手锏非常完美，可谁能想费尽心机，却为了小武做嫁衣呢？
算了，妹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何况伤人难免伤己呢？这个有底线的流氓手一挥，把 U 盘扔进了马桶中。这样的视频我见多了，女主就是你，郑宇私下拍的，用来和苏妍分享的，我也有幸欣赏过。不过你真要这样搞，人家可以随时整你，到头来也是两败俱伤。不，也许对你的伤害更大一些。他俩在乎啥呀？我彻底崩溃了。我应该想到，既然是一场游戏，他们也会留一手的。我除了安静的走人，还有什么办法？小开，你要心里实在不平衡呢，哥哥我现在帮你出口气，替你报复一下郑宇。流氓小五突然一把抱住我，放到了沙发上。我没有反抗，不声不响，一滴泪悄然滑落。我忽然明白，我也是个流氓，真正的流氓，跟小五、郑宇、苏妍他们没有本质区别。索命梯。张克看那幢大厦，心里很兴奋，可走进大厦，里面却是空荡荡的。楼也挺旧，只有个在打瞌睡的保安趴在值班室的桌子上。他进了电梯，按下18楼，这是他面试的单位。他失业大半年了，自从经历了一次交通事故以后，便一直在家休养，所以对这次面试他十分看重。一进电梯，他就翻自己公文包里的各种资料，怕东西没有带齐。确定好后，又盯着电梯里的反光镜，整了整衣服，理了理头发。这时他注意到光亮的壁面竟有一个女子的身影，他猛地转身，看到一个女子站在他的身后，他吓了一跳。刚才进来的时候里面并没有人呢，难道是自己刚才过于担心面试，没注意到身后有人？他看看指示灯，这才注意到20楼的灯是亮的。他于是轻轻呼了一口气，看来这是身后的女子按的。他打量了一下女子的打扮，烟花烫的长发，戴着一顶淑女帽与一副蛤蟆镜，头低着，只能看到脸很白，唇很红，穿着一件很性感的黑底红花旗袍，脚上蹬着一双珠光红的高跟鞋。他有点纳闷，这么光彩照人的女人进来的时候怎么就没注意到呢？他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，7点20分。这女人真早啊，看来以后得注意20楼是什么单位，改天可以跟这个女人套套近乎，当然如果面试成功的话。到了18楼，他向右看，看到了博宇影视工作室这几个字，门还关着，看来是来早了。楼道里空荡荡的，有点阴冷。他缩了缩脖子，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等。这时来了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，张克马上迎了上去。请问是于先生吗？男子点了点头。张克忙笑着说，我是来面试的张克。你会多媒体后期处理与图像制作，是设计专业的吧？以前在传媒公司待过？是的，是的。哦，那行，今天就上班吧。这几天有几个片子要赶，晚上可能还要加班，有问题没？张克想不到事情会这么顺利。就这样，他开始忙碌的一天。另外还有3个同事，一个美女，2个帅哥。女的叫瑶瑶，男的一个叫小丁，一个叫雷雷。一忙就忙到了晚上11点，同事与于总都跟张克说，回家吧，明天再继续。可能是因为张克第一天上班，觉得要表现得比别人积极，
于是跟同事说：“啊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把手头的事情忙完再走。”同事陆续走了。当张克忙完手头的事情，已经是23点45分了。他困得不行，便稍收拾了一下，关了门。当走进电梯的时候，他发现那个穿着旗袍的女子也在里面。这次他禁不住说了句话：“真巧啊。”女子笑着点了点头，没有讲话。现在才下班？不，去上班。我家住在20楼。现在去上班？这个时间，张克不禁又看了看手机，时间指向0点整。看他那身打扮，又想到他早上7点多也是出现在电梯里，她应该是那种在夜店上班的女人吧。于是张克便不再问了，自言自语般的说了句：“挺辛苦的。”第二天早上，张克想起住在20楼那个穿旗袍的女人，便问起了同事。一帮人一听张克说起这事儿，一下便噤了声了，个个面露惧色，搞拍摄的雷雷压着声音对张克说：“这里最高层是19层。”张克张着嘴巴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好容易挨到下班，是晚上7点，他故意磨磨蹭蹭，最后一个走。他要把事情弄清楚。进了电梯，看着那些数字，犹豫了很久，按下了20。但是很明显，这键是无效的，怎么按都无济于事。他感到额头开始冒汗了，只得按下19。走出电梯，里面黑黢黢的，这层楼是空置的。他顺着楼梯往上走，却见天台风呼呼的刮，还能看到天上的星星。20楼是天台。他使劲咽了下口水，便往19楼跑。电梯门一开，便冲了进去。按了1楼，这时一个柔柔的女声从背后响起：“怎么，才下班啊？”张克瞬间一身鸡皮疙瘩，他不情愿地回过头，却看见是女同事瑶瑶。他长出了一口气：“是你啊，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才下班？”“是啊，我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，你们都走人了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”“没什么，可能是这2天加班太辛苦了，没睡好。”这时电梯突然暗了，瑶瑶尖叫一声，抓住了张克的手。张克也一下子慌了，拼命地按着应急键。这时电梯里竟然传来了音乐声，还有啦啦的声响，像是磁带转动的声音。接着响起了女声：“有鬼！”瑶瑶颤抖着声音。这时灯突然又亮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电梯继续往下运行，一到1楼，瑶瑶疯了般的冲出大厦。这夜张克失眠了，怎么都睡不着，困极了。迷糊间，脑子里突然闪现半年前的那场车祸。那天他喝了酒，处于半醉的状态，却坚持自己开车回家。那时已经半夜了，那条路原来人就少，半夜里更是冷清，所以他的车速飞快，突然冒出一个横穿马路的女人，来不及刹车，车子把那女人撞飞了。当时他就惊呆了，酒也醒了大半，忙下车去看，只见被撞的那个女人脑后鲜血像香花一样弥散开来，额头渗着鲜血。他推推那个女人：“你怎么样？”只见那个女人虚弱的睁开眼睛：“救我！”然后又闭上。张克叹了一下鼻息，气息十分的虚弱。他心里害怕极了，酒后驾驶罪名不轻，心里挣扎了一番，还是逃走了。他不想一辈子都在牢房里度过。后来张克因为这件事儿
再也没有去上班，车子也不敢再开了。从新闻里得知，那个女人死了。这晚他又梦到那个女人，全身破损不堪，歪着脑袋，斜着一条腿，向他不停地索命。你为什么不救我？为什么不救我？我要你还命来！张克从噩梦中醒来，再也无法睡眠。第二天早上，张克思索良久，还是决定去上班。他身上已经没有多少余钱了，失业半年，他把积蓄都花光了，而车子一直锁在车库，不敢卖它，怕有人会根据撞伤痕迹找到那天的肇事者，更怕想起那个女人。他需要钱，这家公司待遇高，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。瑶瑶没来上班，他便问小丁。小丁说：瑶瑶啊，打电话过来请假了。事情这么忙，他还请假？张克忙说：可能是身体不舒服。瑶瑶的任务只好加在了他这个新人身上。于总关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没办法，最近太忙了，人手又不够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瑶瑶又请了病假。你表现很不错我会给你加班费的。过了这段非常时期，以后就不会这么忙了，好好干，小伙子。张克看着那一堆文件发呆，看来又得加班了。张克工作到很晚，当他把手上的工作忙完时，已经将近12点了。小丁跟雷雷不知何时已经走掉了。收拾了一下，张克关好公司门，走进楼道。这时他才想起那个该死的电梯，他转过身想爬楼梯，但是18楼，而且是半夜3更，爬楼梯也挺恐怖的。当电梯门缓缓打开的时候，里面空无一人，但是却有一双鞋，一双珠光红的高跟鞋。张可心里发麻了，但是他不能走楼梯，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了。电梯门缓缓关上，里面的灯忽明忽暗，隐约间他又听到了歌声。张克感到自己的心脏快要爆炸了。这时电梯突然停下，他看了看那闪烁的指示灯，瞪大了眼睛，竟然是20楼。这时电梯门又缓缓打开，一阵阴冷的风吹了过来，张克浑身哆嗦着。他又看到了那个女人，那个舞女，戴着帽子与墨镜，穿着黑底大花旗袍的舞女，站在电梯口。她的脚上没有穿鞋，她走进电梯，站在张克的身后，套上那双高跟鞋，然后悠悠地说了句：真巧啊。张克木然地点了点头，电梯的灯又开始忽暗忽灭。不知何时，女人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，突然摘掉了帽子，又摘掉了墨镜，她的额头粘着大团的血。大厦本已经昏昏欲睡的保安被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惊醒，只见一个神情崩溃的男人从电梯里跑了出来，然后疯了般的冲出大厦。那个男人刚跑出大厦，就被一辆飞驰的出租车给撞飞了，血流一地。写字楼奇遇。傍晚，又是尘霾天气，密集的高层建筑一片青灰。丽丽望着窗外，发了一会儿呆，突然发觉身边的复印机又没了响动，不由得骂了一声：这机器有些年头了，速度慢，不能自动进纸，不能双面复印，最近时不时的闹毛病，有时候是卡纸，有时候就像这样忽然停下来。丽丽没有别的法子，胡乱的打开盖子，看看卡纸了没有，再盖上重启。重启又得2分钟，她无聊的哼起了歌。一曲末了，
复印机还没有启动，丽丽慌了神了。200份材料才复印了不到一半，她奔回办公室，发现人都走光了。还有试着打物业的电话，对方敷衍了几句就挂了。丽丽急得直跺脚，晚上8点说好要去机场接表弟，材料明天上午就要用。她仿佛看见上司吹胡子瞪眼的对自己发脾气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看来他只能给家里告个罪，赶紧出去找复印店，自己掏钱印了。他这个行政助理就是个打杂的，复印、传真、倒茶、跑腿儿，什么活都要做。就这样的工作也是托了关系，关系人还当着他的面说，本来应聘的还有本科生。言下之意是，如今什么世面，你一个中专生能入职，就该感激涕零了。丽丽是个典型的小女人，一受这种气就想缩回家去。顶好是个嫁人做全职主妇，只是如今这世面，却也由不得她。丽丽自怜自爱一阵，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去找小店。忽然听到了脚步声，她抬头见到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不认识的年轻男子，正愣愣地看着她。丽丽像是遇到了救星，连忙说：“哎，复印机坏了。”那男生点头表示了解。他个子不高，穿着一件浅色工作服，给人的印象很整洁。丽丽想起了白天听说技术部有个新同事，心中一喜，问道：“你会不会修？”“会修。”男生点了点头。丽丽高兴地领他往复印机那边去。到走廊上，却发现复印间不知被谁锁上了。丽丽气得跺脚，心想多半是那位物业大叔。那位大叔挨着楼层巡逻，替人关灯关门。等他巡完一圈再回来，起码又要半个钟头。怎么办？机场去不成了。丽丽颓然地靠在门上，见那个男生站着不走，她随口问道：“今天你加班？”“加班。”男生说。丽丽生起一个主意，正踌躇要不要讲，对方像看穿她的想法似的，朝她一笑，伸手从她手里接过了复印资料。“你在这儿等开门？你帮我复印？”丽丽又惊又喜。“我复印。”男生说。他看着丽丽，脸色微微的一红，低下了头。丽丽谢了一句，回到办公室，拿包就走。等电梯的时候，她留心看了一眼，那个男生果然还端正的站在复印间门外呢。次日，丽丽有些不放心，早早的赶到了公司，进去却看到自己座位上整整齐齐码着一大堆材料。她清点下来，发现数量正好，复印字迹清晰，装订周正，连订书针都沁得无可挑剔。那人真细致，也难为他这么费心。想到此处，他不禁心里一甜。丽丽身材纤巧，脸蛋粉圆，是典型的小家碧玉。然而按时下的审美，就是嫌长得没有重点，她性情也不活跃，交际圈子小，因此追求者寥寥。男友也是长辈介绍的，甫一遭遇来到陌生人的殷勤，她竟然有些受宠若惊。丽丽再想找到那个男生这个线，致电技术部，却无人接听。听说今天整个部门都外出了，她又想找人事问，转念想到那一干人事都牙尖嘴利，去跟他们打听，不定转过身要去嚼什么舌根，万万行不得。于是只好用最笨的方法，等。丽丽磨磨蹭蹭到下班后，技术部的人还没有回来，想必做完事情就直接回家了。
眼看等不到，他穿过空荡荡的大办公室去洗茶杯，回来却见那个男生站在他的座位旁。这情形不由得让丽丽有点扭捏。你好，你回来啦？他问。回来了。男生说，他脸色比昨天苍白些，大概是在外面奔波了一天的缘故。你是新来的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丽丽问。男生低下头，微笑不说话。看他这么害羞，丽丽倒是胆子大了起来。昨天多亏了你。他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串木珠子手链。那，这个送给你哦，谢谢。这手链他白天就准备好了，不值什么钱，不过是个好彩头。那男生却露出欢喜非常的表情，接了过去。谢谢，他说。丽丽心中一动，她从桌上随手拿起几本公司内刊。那，今天我家里也有急事儿，你再帮我把这些复印5份，好不好？他咬着嘴唇盯着对方，那男生认真的看着他，点头道：“好。”丽丽莞尔一笑，道声再见，就向门外走去。不用回头，她也知道那个男生在注视着她的背影。走到楼下，丽丽手机响了，是男友打来的，说今天加班，晚上不见面了。丽丽挂了电话，隐隐感到不快。男友是外地人，一名普通的 IT 民工，两人认识1年多，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。在买房子的问题上卡了壳，房价腾云驾雾而去，男友虽然拼命攒钱，离首付的目标却越来越远，渐渐的灰心丧气，又被准岳父岳母讽刺过几回，对丽丽的态度也不比以往。男友工作住房都在郊区，丽丽平时住在家里，每周去那边相会2次，公交要坐1个多钟头。到那儿除了吃饭睡觉，男友就是埋头打网游。丽丽烦了一会儿，就逛百货商场、特卖会去了。早上上班，丽丽的座位上果然又放着那个男生帮她复印好的资料，依然页面完美，装订整齐，只是最后几页有点模糊，像是墨盒快用完了。丽丽很感动，她昨天提出来只是想试试对方对她的诚意。那几本内刊页数不少，不知道她忙到晚上几点。这新来的同事莫名恋慕上她，看来无可置疑，以后若是跟她来往，可算是脚踏2只船。是又怎么样？丽丽想起上周在洗手间撞见打扫卫生的阿姨打电话，阿姨快50岁了，头发略染黄，额前梳得蓬蓬的，那时正背倚着墙壁，对着手机娇嗔道：“哼，我才不做饭，让你老婆给你做。”阿姨当然也有家庭，公司人都听她讲过老公孩子的事儿。丽丽大气不敢出，战战兢兢地过去洗手。阿姨以为她故意偷听了，哼了一声，把抹布响亮的一抖，昂首走了。连清洁工都有自己的花头。再说了，就算告诉父母，父母多半也是支持的，不过一定会先问他技术部的收入如何，年底奖金怎么算，几年内有希望买房吗？忽然之间，那个男生拿着他送的礼物时，纯然欢喜的表情浮现在丽丽的眼前。男友上一次露出那种表情，是在游戏里抢到一把什么刀。丽丽决定要约那个男生吃饭。她找了借口到技术部去，路过走廊时，见复印间门口有人进进出出，
便问同事是怎么回事儿。来搬复印机的。前台翻了个白眼，印太多东西，彻底坏了。这些天，你用的也蛮多的吧？看那语气，倒像是自己把复印机给弄坏了似的。丽丽一肚子气，到了技术部，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技术部的新同事胖乎乎的，并不是那个男生，难道是其他部门来的新人？丽丽想，今天下班后，那男生一定会再来找她，到时候一定要跟他好好聊聊。她回到座位上干活，不时瞄一眼墙上的挂钟，等下班的时候，一种小女生般的快乐笼罩着她。她想起那个男生一张方正的脸，不帅气，却很耐看。他穿着一点也不时髦，可是整齐顺眼。他有些沉默寡言，男人嘛，要那么聒噪干嘛？丽丽不知道那个男生不会再出现了，他的来历将成为一个永久的谜团。她没有注意到，那男生一直只能复述过他说的话。搬走复印机的时候，他不在场，也没看见他的木珠子手链挂在那个坏掉的复印机的电源上。勿劳而夭，感而随通。遇到蒲松龄，也许是个值得下笔的故事，但在这个年代，所谓奇遇，也只能如此。